本期视频纯属一个意外，本来是没打算买它的，但自从出货以后，评论区都在问什么时候拍它，甚至还有私信我的。天哪，大家对这玩意儿这么上心吗？好，那我就买回来拍一期吧。其实不想说它有3个原因：一是我已经有 MB 的黑猫了；二是这玩意儿就是强袭的素体，基本盘很稳，没太多可聊的；三是这玩意儿的定价11000日元，作为一个通贩来讲，接近500人民币的到手价，实在有点虚。这次盒子搞这么老大一个，然而拉出来你就会发现内容物少得可怜啊。CA 强袭老生常谈的2把决斗高达同款光束步枪，2个火箭矛发射锁，2把强袭异形的小手枪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特效件就给了2个光束特效和2个斩剑刀的特效，甚至连喷口的特效都没有给一个，这未免有点太抠门了吧？500块的 R 魂，哎，这定价怎么回事啊？手型倒是给的挺丰富的，这是我第一次买到能把这个送的手型架给全部用满的，握拳、握刀、握枪、扳机手、小幅度开掌手、另一种开掌手，强袭同款的模具，刻画的也都还不错。另外还有一对这个掌心发射火箭矛的手型，不过有趣的是球关开槽太大了，装不上手型架。不过装黑猫的手上还是挺紧的，不要担心这是中奖啊。那掌心就可以连接发射火箭矛了。设定中除了手掌、脚前方和脚后跟都内藏了火箭矛，脚掌这里倒是把这个搭载给还原了，但是在背包的上端也有这个火箭矛的发射器，这里呆哥就没有给到还原。另外这个设定中火箭矛的承重是100吨，但让我惊叹的不是这2根线缆的承重，而是动画中这玩意儿的表现，直接把2头地翼犬拉住撞在一起。不说这锚锁质量很好吧，这高达的手臂强度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啊。OK， 那么看回到本体，7A 强袭高达异形搭载了7A 强袭背包的形态。CE72年，阿克泰昂公司接手了初期 GAT 系列加强计划，升级强袭高达为强袭高达异形。因为脸部胡须散热造型又被称为白猫，整个头部都做了重新的设计。首先是修改了天线和传感器的系统，增加了近距离友军通信的稳定性。另外安装了12.5毫米的惊魂式火神炮，供弹路径也有修改，提升了载弹量。这一改动使得散热孔不得不从中嵌移到了2侧，变成了胡须的样子。整个头和原版的强袭也不太一样了。另外2件增加了姿态治愈喷口，以增加宇宙战士的机动性。之前说到脚和手上的锚锁，因为发射收纳机构而调整了很多内部结构，虽然外形上机射偷懒基本上没有变化，但内部做了很大的翻新，四肢的配重比也不一样了。另外侧裙甲收纳的破甲者战术小刀也被取消了，取而代之的是2把 M8F SB1 光束手枪，虽然射程上和有枪管的枪相比下降了 15%， 威力也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在重量和体积上有绝对的优势，即使在接近战中也能非常轻松的使用，算是为高达枪斗术而特化开发的武器。强袭高达异形的外甲也从 PS 装甲升级到了 VPS 装甲，最大的特点就是颜色越深，防御力越强。另外也能根据需要自由调配各部分的装甲充能，比如关键的部位防御力薄弱，那就给关键部位更多能量以增加防御力，其他部位就减少供能，这就使得 VPS 装甲更加的节能。不过驾驶舱这里还是给了机神同款的 Safety Shutter， 采用基层装甲打造，以防被2887炸死。强袭异形的背包方面，阿克泰昂公司最一开始其实只是仿制了 IWSP 背包，但优秀的公司除了懂得逆向工程外，还知道怎么做改良，于是基于 IWSP 升级的漆黑背包也就诞生了。虽然我不清楚是哪位设计师想出来的，但这玩意儿比 IWSP 那坨刺猬真的是要帅太多了。首先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像翔翼背包一样，我不说可以飞吧，那肯定是可以滞空的，甚至有2片尾翼状的结构用来配合飞控增加稳定性。斩剑刀的刀背也被做成了升力体的结构，配合其作为武器的强度，把它作为翼面简直就是天才的设计。而近战武器自然就是这2把 M2Q10 型的应答者对剑刀了，手柄被设计成这种旋转式暴露在外，实体剑在 CE 年代其实是有一波加强的，不管是机神的小刀也好，还是剑装背包的斩剑刀也好， CE 机体多为电池机，能源消耗很成问题，不消耗额外能量也不消耗弹药的实体剑就很有存在必要了。此时再通过把光束武器结合到实体剑上，再巨大化为斩剑刀，杀伤力也就变得非常的可观了。另外在斩剑刀的另一侧还装备了2门 MAU M314 的2连装线性炮，是做了近战特化的高速连射型的 M3 线性炮。根部增加了一个机械臂，可以自由调整朝向和角度，这玩意儿和自由腰上的其余刺鬼炮一样，也是实弹兵器。要是再给它搞个圣盾一样的相列阵炮，那黑猫也能打五彩大炮出来了。最后还有一个武装是决斗高达的同款，带175毫米榴弹发射器的57毫米光束步枪，仅就型号来说已经是非常的老旧了，但是又能打实弹又能打光束。伊扎克很喜欢，史文也很喜欢，经常出击的时候会扛2把出去。OK， 那么介绍完了武装和机设，我们再来回到玩具的本体。这次的配色和之前那个屠杀短剑可以说是天差地别，塑料感严重，毕竟它是肉魂，身上没有太多的涂装也算是很正常。但是黑色和灰色的发色都很不错，起码整体看上去不会像屠杀短剑一样的难看，有漆面的地方也涂得很不错。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这个头的造型，正面看过去真的好丑啊，其他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。可动方面也是祖传的优秀。
首先头部这里的可动很有意思，抬头能做到超过70度的仰天，颈椎比我还好，但是就是低不了头。如果用力过猛的话，我这个还很容易把整个头给拽下来。那拔下来后可以看到脖子这里的球冠是有一段这样的拉伸可动的，但这个幅度再把头安回去也实在看不出有多大的差别。这个低头可动确实差，左右的摆头也只有15度，微乎其微，总感觉这个头部新归了什么东西没有改好一样。不过对于球冠来说，360度的转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前身和强袭一样，能把背阔肌展开做向前30度的牵引，但向后的角度倒不是挺大。平台通过内藏进胸部的关节，能做到合计135度的上抬，360度的垂直大臂大风车也是毫无压力。大臂根部也设计了360度的平转关节，双弹的曲肘也能做到完美的180度小臂贴住大臂。弯腰采用了强袭的结构，能够做到合计接近90度的弯腰幅度，非常之牛掰。转到后方可以看到，不仅腰部裂开时可动，后裙甲这里也裂开了。不过挺胸的幅度就很一般了，15度左右，可以说几乎是没有。腰身也是能够拉出一截的，拉出后可以看到腰部内侧的造型填充，然后就能做左右不到30度的侧摆幅度，但是这个幅度已经是很优秀的了。但是最让我难受的来了，还是这个只有左右45度的转腰，为什么呀？到底是在限制什么东西啊？前裙甲做了优秀的分离式设计，前段能够单独抬起90度避让干涉，侧裙甲能小幅抬起并前后转动，不过这里还是有一点容易掉的。最后后裙甲也能做独立的90度抬起，大腿根部是做了滑槽下拉设计的，不过感觉是裙甲太长了，下拉后前踢还是只能达到略微超过90度，后踢则是毫无干涉的能90度，侧踢能超过75度，接近90度的水平。平转被设计在了大腿的根部，向外可以180度向后折，但是向内只有在垂直的状态下才内转30度不到的范围。屈膝能够到接近180度，不过这次我的这只黑猫的屈膝倒是挺松的。另外小腿这里竟然还有一段非常细微的左右弯折可动。脚部这里垫脚加上脚掌前端下折能做到几乎打平，但是上抬会被脚踝装甲干涉，只有30度不到。前端脚掌也能单独上抬30度，脚掌的接地性非常的离谱，向内可以做到75度的忍者脚接地，向外也能达到45度的范围。脚掌的左右转动也能达到45度左右。最后背包的这个机械臂也是做到了几乎万向的转动，可以向内摆60度以上，也能做到像这样的上下转动90度的范围。与翼面根部是球冠连接，可以像这样横向做360度转动。另外这里还有一段轴向的前后转动，自然也是能360度转动的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全部展示的内容了。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，Anime 的强袭系列整个素质都不用太担心，实在是没有太多可以说的点。这只黑猫除了定价太贵、配件太少以外，那也真没有什么特别不值当的地方。那这个定价值不值得买，各位就见仁见智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记得点赞、投币、关注哦。